新闻女王大火后，我才明白为什么高海宁当年在30而已里一出场就把江疏影秒了。一个人你还能怎么样啊？你比我想象中厉害，想得蛮清楚的嘛。一份工作跟梁振贤算不了什么。我跟他虽然不是法定的夫妻关系，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出面帮他解决这些女生的。你看这气场，这自带的高级贵妇感，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对面的王曼妮打回了普通导购的原形。明明长相不算特别艳丽，可举手投足间那股从容劲儿，总让人觉得她才是稳坐正宫的人。但你敢信吗？就是这样一个正宫气场拉满的演员，刚入行时就被导演指着鼻子骂：你长这样子，你一辈子也不会做女主角的。高海宁在 TVB 硬生生熬了15年，才终于拿下一座最佳女配角奖杯。15年在香港连申请公屋都能排到了，她才在 TVB 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储物柜。可想而知那里的竞争有多残酷。高海宁到底是怎么熬出头的？她的人生故事几乎和新闻女王里的许诗晴如出一辙，把野心写在脸上，却比谁都清醒。1986年的高海宁出生在南京，13岁跟父母移居香港，她原名沈怡，后来爸妈生意失败，欠了巨额债务，妈妈迷信改名能转运，才让她改名为高海宁。她有多渴望成功？2008年她报名参加香港小姐竞选，那一届堪称神仙打架，冠军是被称为最美港姐的张舒雅，季军是后来嫁入豪门的马赛。高海宁没能闯进前3，只拿到了一个旅游大使奖，可她就是那一届最出圈的选手，原因很无奈，她被港媒黑惨了。决赛前夕，网上突然流出她早年的性感照片，一时间艳星花瓶的标签死死贴在她的身上。她爸妈在后台看到新闻，气得当场转身离开，可 TVB 偏偏看中了她的话题度，直接把她签了下来。但 TVB 对她的定位从来不是潜力花旦，那个年代白幼瘦审美当道，高海宁这种大骨架身材丰满的类型在高层眼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可她有话题度， TVB 就把这份话题度利用到了极致，高海宁的戏路就这么被定死了。无数个心机女拜金女全都是靠火辣身材勾引男主的不讨喜角色，她还被贴上了 TVB 御用花瓶的标签。那段时间她还和香港地产大亨传出绯闻，被媒体疯狂嘲讽，想嫁豪门却搞不定。她想靠实力走红，难如登天。可高海宁狠就狠在肯熬肯等，她清楚自己的优势是性感，但也明白光靠性感走不长远，必须拿出实打实的作品。在 TVB 的15年里，她什么烂角色都接，什么苦都肯吃，却从没放弃磨练演技。直到2020年，她等到了一个只有9场戏的机会，30而已里的赵静宇。当时剧组想找一个能压住海王气场的女演员饰演赵静宇，这个能在梁正贤身边待7年，没名没分却稳坐正宫位置的女人，手段和气度绝非一般。高海宁身上那股从容劲儿，一下子就被导演给选中了，就连佘诗曼都劝他戏份再少也得接，你能看看内地的拍摄模式。可他一进组就懵了，第一场戏就是全剧最重头的对峙戏，导演要求情绪不能断，4个机器同时拍摄，一镜到底，错了就得全部重来。高海宁后来回忆，这种拍摄方式他很少遇到，却觉得特别爽。他把赵静宇演活了，观众也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正宫和小三的对决还能这么体面，他就这么火了。有一次去上海专柜买香水，他第一次被一群人围着拍照，这才后知后觉，原来这个角色已经火到这种程度。紧接着就是新闻女王，她饰演的许淑晴把爽字刻在了骨子里，这个角色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，一个把野心写在脸上，懂得利用身材优势却从不靠美貌无脑冲的事业型女人。她穿修身包臀裙，深 V 领上衣，大方展现性感，可她从不是无脑花瓶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展现曲线，什么时候该拼尽全力搞事业。她很清楚性感是敲门砖，专业才是护身符。你看，从赵静宇到许诗晴，她演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却都带着一股不好惹的狠劲儿，一股拼了命也要往上爬的野心。他们目标明确，偶尔不择手段，却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。高海宁的走红也恰恰证明了当下审美的进步，大家看腻了白幼瘦的傻白甜，开始真正欣赏这种性感大方又有脑子的大女人。所以高海宁的故事从来不是花瓶逆袭的爽文，而是一个清醒的普通人用15年时间熬出来的奋斗史。他花了15年把当年被强行贴上的艳星标签亲手换成了正宫气场。他把自己最不被看好的身材当武器，把15年的烂角色当作磨刀石。他用经历告诉我们，当别人都以为你只有性感时，你不仅要保持这份性感，更要拿出配得上的脑子。他活成了自己人生剧本里的大女主，清楚自己的优势，也明白要付出的代价。只要不认输，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早晚能拿到手。